各位，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中东地区经历的这个中古时代以及其后面的发展。这个地区在人类的地图上是个相当特殊地区，它是个交叉道，南北走的通道，东西走的通道交叉在这里，在欧亚的大陆上，欧亚的交界处理的沟。就是拉扯之后形成的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地带，北面是高加索，南边是印度河，这个是一裂开的地方的一条缝，所以这条缝里面没有大河流，这条阿姆河就流到黑海、里海那一带去，所以如此之外，就要到了这个两河流域的波斯湾，才有一个另外一个出口。再下面要到印度河的出口，所以一条南北走的峡道是个谷地。那么中间变化呢，来来去去的人群都在这个谷地里面走。尤其重要的是，白人就是所谓这个雅利安人或者欧亚种的雅利安人，从这个高加索山乌拉林的演化开始。一波一波从那往南走，接下去是从6000年前演化出来的对人类控制驯服马的能力，造成了一个说有牧人的现象。然后呢，牧人从驾车开始又转化到骑乘，那么这个就是南北走的骑马征服部队。在欧亚大陆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游牧部队从车辆到马匹移动的时候，掠夺、杀戮，构成了一个这个欧亚古大陆上经常不断出现的因为移动而造成的灾害。这个可是历史上的咒诅，变成人类历史上也不可以翻过去的罪恶。到后来，虽然移动的工具改变成车辆以外，改变成尤其船舶、海盗的开通什么，都是这种游牧民族的遗留的痕迹。所以这个在人类彼此互动的过程之中，造成了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这条路上所经过的人，到后来不是被征服就是征服人，不是杀了人家就被杀戮，不是掠夺就是被掠夺。OK， 另外一个呢，东西走的方向，地中海是非洲跟欧洲大陆裂开的地方，拉扯之后拉成了内海。这边断裂而不断的呢，这一个东个西倒没有那么多的杀戮跟掠夺，但是那个一条界限是非洲旧日的一个人类的起源地的一些这个人类移动到北面来之后，忘记了后面是个家乡，而对后面的人留在的人种是变成两种阶级，开化的旧大陆人类以及等待开发的非洲人类，以至于到印度洋也是如此。因为这条线横过去就是印度次大陆的边缘，因此上中东这块地方成为一个十字路，是很多不公不平的事情发生，很多不能存在的现象发生，永远在变化，永远在换主人。新的主人来了，代替了旧的主人，越奴役了旧的主人。所以这个地方是杀戮、掠夺最普遍的地方。这个地方慢慢发展文化，也是一个强弱之间、强凌弱、多压寡这么一个现象。这个显示在他们宗教上，
4个最古老的文明出现了2个在这形成，一个两河流域，一个埃及。这2个地区的人民从旧石器时代转变到新石器时代，种植了粮食，尼罗河河谷、两河流域都种了粮食，人类开始定居的生活，开始安静的生产。但是南北通道上移动的马队，移动的人类，这始终带来不安。与这个地方，他们形成这2个宗教，都到了后来要仰仗神，尤其太阳神给我们的福音，这是埃及人的信仰，独神信仰。两河流域里边的神，天上众星，日月星辰，山后面的雨水和这个山前面的河流，在河流外面的沙漠，形成3种地形，3种复制。所以就是不同的神主管着不同资源，来由他们分配给我们人类。因此这个在生活最不安定的状态发展出后世世界最主要的几个宗教。一个是古代的这个两元信仰，两河流域的城乡、农村和沙漠，干燥和富裕，安全和危险，这个两河的日天和晚上，太阳和月亮，强者和弱者，开花不开花，这两元信仰。另外一方面呢，沙漠里边出来，风暴来的时候，风暴决定一切。太阳在的，太阳烤死我们，所以我们唯一的安息是在晴天的晚上，是睡觉的时候，白天都是苦恼的。所以这个就变成独神信仰，由埃及发展以后，这独神信仰变成这地方的根据地。两元和独神2个宗教可分可合，在中间两人跟独神合的时候，就是有个救赎，有个这个主人呢，独神信仰的主人就是大神，他可以给你休息时间，给你恩赐，给你解放，给你安慰，但是由主宰的神来决定这一切。这个一套转化成犹太教，犹太教转化成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出现的同时，两元的信仰就是这个波斯的两元信仰，后来显教的祖宗，就善恶对错强弱是一个方向的改变，强极了就衰，衰极了就强，但是轮回不转回原处，是一波又一波。可以说它不定，也可以说定，你人能够决定的成分有限。换句话说，这个2大系统，刚刚讲的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系统，与刚刚波斯教的黑暗和光明的两元，可以互补，也可以互斥，就构成了这一代沙洛民族跟你农耕民族之间究竟选择这2个象征为哪一个？这里就变成这2种思想斗争，而到了后来是基督教、犹太教独占胜场，吸收了波斯教的这善恶对错，构成两元者的救赎，而救赎者在基督教就是神的儿子直接救你。在完全一神教的里头，就是太阳神本身，他时时刻刻给你恩赐，给你生命。
但生命总有终了的时候，生命被挑战的时候就是黑暗的时候。这两套宗教在这分别的在古代占领了这个地区的人的心灵，也使这些宗教散漫出去，波及到整个欧洲，波及到一半边的非洲，也甚至于波及到印度次大陆的一半。但到了中古时期呢，就是忽然出现了新的东西了。沙漠里边的对商，跨过沙漠的骆驼队的对商，最苦的生活，最不可知的命运，它这个里头有一个必须要忍耐，忍耐着艰苦，忍耐这个挑战。我是贫穷者，但到了城市，我成功的卖了货物，我可以补偿我的旅途上的危险跟不定，我可以享受醇酒美人，穿就安适舒服。如果我到了城市，那个城市没有防备，我做对商呢，我就无法拿掠夺整个城市捞空，让我做，我拿着掠了的战利品到别处去出卖。这不是信仰，而是一个现实的现象。这现象的孕育出一个伊斯兰信仰，就是你信仰刚刚讲的大神，基督教的大神，犹太教的大神，但是给你的后来的报酬跟恩赐不在天上，不在死后，在当下，在现实。而这恩赐里面不是清净淡泊，不是懊悔忏悔，不是改过自新，而是更深一步的向大神无条件的信仰。大神不能说话，先知代替他说话，就是穆罕默德创教人给他说话。这个教的出现不是偶然，沙漠对商两种生活里边的挑换，两种生活里面盼望的快乐，中间的冒险，中间也必须要做的这个冒险做的牺牲，或者拿人家做牺牲，这么一个信仰。中古时期第5世纪的它冒出来了，很快就拿这个十字路口上交叉路上这种的过得危险的生活，游牧生活，对商的生活的人征服了，赢得了他们心，最现实。可是这教主也讲的，你必须要清苦的生活，生活本身你不要清苦，你要忍耐，你要节省，你要干净，干净你才会过日子过下去。因为在路途上的黑死病、黄死病、种种这些病，饥饿、饥渴，这个劳累都会这样说。所以你必须爱惜身体，清洁干净。同时，对你同队的人，你不能欺骗欺瞒。兄弟共患难，他里头确实还是很重视他的道德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在第5世纪很迅速的时候，这个宗教就代替了古代的波斯教，代替了曾经相当普遍的犹太教或者犹太教的前身。当然拿基督教就完全排斥出去，构成两个宗教的2000年1500年来的斗争和杀戮，争夺这块地方。于是这个伊斯兰信仰的世界从创造的开始，就是东边是要和这个本来东方的印度教
和原有的一神教和多神教斗争，往西要和基督教里边的东正教和天主教斗争，两边都斗争，所以他永远要维持一个警惕斗争的心情。他和北方要面对着中国文化的西边的一波，就是突厥民族、维吾民族、藏缅族的人的一部分向西推展，在这地方的交锋。沙漠里边，经过蒙古沙漠，在这个哈拉山以至乌拉林这一条上，东方的对天神的信仰的游牧民族跟他们冲突，所以他四周围都是要跟他冲突的敌人，所以这个地区就充满了战争，充满了冲突，危险不安，但是在这边它也造成秩序，它要吸收四周围的长处，所以最早吸收的是波斯宗教显教、犹太教、基督教的长处，构成它的独特的信仰。同时，它的扩张过程呢，它要面临的占领了城市，那不再过对商生活，在城里做市场主人的生活。他学习商业，他学习处理在运输跟掠夺以外，制造和生产，从这制造生产的基地城市推广到别处去，所以他要过双重的日子。同时，这沙漠里边的弟兄们还是要过牧羊的日子，还是要过掠夺不安的日子，还是要过对商的日子。所以它的内部也有这个两重的冲突。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分成两派，一派叫苏尼，一派叫什叶。穆罕默德是对商出身，这个宗教是清净单纯质朴的宗教，他的表弟是他的助手，这个人呢本来就是他的继承人，但是等到穆罕默德得到了胜利，占有了城市，变成了城里边的正统，因为他有政权。伊斯兰教的特色是教权跟政权是合一的，所以不信教就是反叛，就是敌人，所以他取得了教权和政权合一，再加上财权，这个就永远的成立。沙漠里面受苦受难的那表弟继承的力量，保存沙漠的特色，单纯朴实，这个就是什叶派。教条简单，教义单纯，质朴清寒，这两个相之间的斗争，就变成这个伊斯兰世界里边永远不能解决的一个矛盾。伊斯兰世界的疆域扩充到今天，东到印度河，最东端的到了今天的这个缅甸边上，到了马来半岛的上端，到了中国的新疆、宁夏跟陕西，西边到了非洲的边上，到了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的南岸，地中海的东岸一小块，尤其巴干半岛，还东欧俄国里边的一大片土地，属于亚洲的俄国。这个伊斯兰世界不小啊，但是中间内争还有外面的外患，
永远斗争不断。所以这个地区的特色，简单讲讲是斗争，就战斗。生产是要学来的，但这个转机，中古的时候的伊斯兰世界的繁荣富庶以及文化的高明，是在占取了城市以后，取了波斯世界，取了东正教世界，就希腊的遗存，波斯的遗存。而在公元750年，伊斯兰教的阿巴斯皇朝的第二个哈里发，在今天的中国的葱岭以下，阿富汗的河中府那一带，阿穆河流域那里，中国的最西边的一个军府叫安西都护府。要知道，唐朝是个天下世界，他的军队是东南西北各处都来，他的将军东南西北的大将都有。高仙这种最东地边的朝鲜的大将的儿子，武艺高强，能征善斗，手下有5万到6万的步兵，2万左右的骑兵。步兵每个人大概2匹马，轮换着；骑兵大概一个人有1个副手，这么大个部队，驻守在那儿10余年，威震西方。但是高仙芝醇酒美人，是个浪子将军，大罪之夜又就虐待了部下，动不动就打鞭子，大罪之夜被突袭，底下的那些个说朝无酒信的军人勾结了伊斯兰军队，一夜就打败高仙芝，领了5000人马逃回今天的新疆，当时安西都护府的后方。从此唐朝中国不能再跨过的界限，但是留下什么呢？高仙芝10万兵马，有2万到左右的工匠技术人员，因为他自己生产铁，自己炼铁、炼铜、炼钢，做工做剑，木匠做旗帜的裁缝，织布、织丝、织帛，烧瓷器、烧家具，种种百工工艺，造纸、印刷都要做。这一批2万多的工匠，给伊斯兰人一个极大的心动的财富，使他们的财富陡然增加。加在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伊朗人留下的这个资产和知识，于是那个200年是他们辉煌的时代。750到900之间，辉煌时代，在欧洲已经忘记了知识的时候，在天主教只要信仰不要知识的时代，这个伊斯兰的皇朝，3个4个皇朝，那所有东方西方知识笼罩在一起，数学开始做到从代数到解析几何到初步的微积分，中国数学一直不断，但到了这个时候，唐朝过了，宋朝到中国大概也做到微积分，跟他打平，他是梦出来的，中国是一路演化出来的。中国从原子圆的这个圆轨的这个数字派
一路演化出来的，叫微积分演化出来的天文知识。它有东方的观测室、西方观测室都合在一起。他提出来初步的地球中心论的，就是地球是围着别的东西转，也就是他跟欧洲的太阳系的理论就差一步。他的 chemistry 到今天有许多的实验还他们做出来的 distillation 这个蒸馏素的成熟是他能做出来的。你看数理化3个东西他都做到了一个等于当时无二的局面，最先锋。声韵学、哲学里面他要 negotiate with， 他要跟所有的几个宗教打交道，还要跟中国儒家打交道。儒家跟他不起冲突，但是他也不要宗教了，因为儒家来的都是个麻烦。还有一个现象，文学，这四面八方探险、驼队、征战，以及各处大城市商贩的知识合在一起，神话、野话、糊涂话都要凑在一起，这个知识来源可广了。1001夜天方夜谭，他们出来的，你想想看。欧玛卡扬，中国人很崇拜的诗人，他们的李白，欧玛卡扬的诗，你到今天来用他的韵，4句头，1、2押韵，第3句不押韵，第4句押韵，这是什么东西？绝诗，7绝5绝，是律诗的一半。2个绝诗斗起来就是正规的律诗。唐朝发展的，谁是绝句的最高的高手？李白。李白哪里人？遂人，就是他们说呼卢塞，就是我们觉得哈萨克斯坦跟那维族弟兄的所在的地方。就真的新疆的西部，遂一城的人的儿子就李白，天上忽然掉下来一个明星叫李白，我总觉得李白的诗里头有欧玛卡扬的味道，你拿他的《鲁百集》和李白这比，还真有相似之处。所以这个文明在那个时候盛世，它和别的几大文明的盛世很不一样。它天上掉下来东西两边的财富了不起的东西，这个东西在他手上享受了200年的光荣。城市生活，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除了长安、洛阳以外，罗马残破了。欧洲大陆上没有大城市了，非洲没有，就除了长安和后来的洛阳以外，最大的3个城市都在他们那里。他们有城市里面有下水道，有防火廊道，还有城市的居民，你想不到的。我在1967年第一次去中东，我的目的地是到以色列去，跟西北大学开讨论会。城市里面都有城市穷人可以吃饭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会堂里边有大锅子烧麦片，有大瓶的酒，有大片的面包，
有羊肉烧烤的，穷人只要在名单上1天3餐，名单刻在墙上。那大锅我看见有这个圆桌这么大，救贫救苦，有医院，世界上最老的大学，超过1000年的大学，中国大概今天还存在的就是玉露书院。欧洲2家，中东世界3家或者2家，了不起。有医院，有医学院，有开刀手术，有麻醉药，了不起。但是好运不长，他的内部还是游入民部，游牧民族照旧杀。但最大的灾害出现在什么呢？蒙古人的西征。成吉思汗从中国的东边的大漠草原起兵，横扫东方，占领了中国的北部，留了小儿子托雷在大都和上都2个都，一个是沙漠草原里边是上都，一个在北京大都，留托雷跟他的宰相莫华里守住这个中国这块摊子。大军7次西征，最后都打到中东，到欧洲去进去就出来了，没打多少。主要的蹂躏的就是这个回教世界。回教世界被一个很文化的大都市就被这个成吉思汗屠城杀光。花剌木齐在里海边上，大概50万到70万人口，杀得鸡犬不剩，还包括那生了病的牛、生了病的马病人，扔到城墙里边去，死得全身死光。这7次屠杀，伊斯兰教大吃其亏，伊斯兰教破光了。但回教这个城市带进去什么呢？带进去很多东西。中国的工艺，除了高仙芝的工匠带去以后，最要紧的是在宋朝初年发展出来的火器、弹药，加上推送弹药的枪冢跟弹药包，用这个抛掷器和长杆子一个共杆炸药波丢进城市。这个知识传到了这个回教世界，回教世界无法抵抗，但是这个中间回教世界学会了这个，与在后来十字军跟回教又再次冲突的时候，这个东西火药也两边都用。到后来回教军队在各处斗争的时候，火药才出来的用处。将来世界最大的恶劣不安，不是欧洲人跟黄种人的冲突，是欧洲人跟伊斯兰教的冲突。这个解不开，仇恨太深，每次解加一层更多的结。这个矛盾将是世界未来，我想1-2个世纪解决不了。我们中国人可以跟他们解决，因为我们可以无神论，跟你不犯，他们不行。这个是个极大的困难。还他那道德里面分成信仰跟不信仰的道德差别，而不在个人品行。而死后得到的恩宠是人间的乐趣，他宁可死，不要丢掉的恩宠，是他的光荣，是他未来享乐的代价。
这个是世界将来最大的问题。在我15、16岁的时候，我们有个 game， 一盘棋，叫战略，世界战略。这个棋你怎么下怎么下，世界第一种下棋，要件是你占领这块中东，占领中东以后，你一定赢棋。说，这块枢纽地带，世界将来斗争的一个战场，这个是未来我们世界最大的一个困惑，最大的烦恼。将来怎么解决？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